你刚穿越回90年代的破产车间，就被老总工当众指着你的鼻子骂你是个废物。可你不但不生气，反而一脚踹翻了工作台，周围的人都以为你疯了。可你不但不慌，反而差点笑出了声。只因你觉醒了逆天解析系统，哪怕是一坨牛粪，你也能给它盘成核反应堆。既然上天给了重来一次的机会，只要给你一堆破铜烂铁，你就能手搓出领先世界20年的军用黑科技。此时你趴在掉漆的破木桌上，后脑勺疼得直抽抽，猛地睁眼，眼前不是熟悉的现代实验室，而是个灰扑扑的旧车间。一大段记忆硬生生挤进脑子，你咬牙死抓桌沿，冷汗往下淌。缓过劲后，你弄清了状况，你穿越成了90年代红星无线电2厂的底层技术员沈志明。这破厂连着3个月没发工资，食堂连白菜帮子都供不起，生产的收音机全堆在仓库吃灰。听说厂长赵振华正到处求人拉投资，再弄不到钱，下个月就得关门。正揉着太阳穴，脑子里叮的一声，眼前弹出蓝色光幕，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已绑定。你愣了一下，心里狂跳，外挂到账了。这系统能耐极大，看一眼报废设备就能扫出毛病，哪怕手里只有90年代最破烂的元件，它也能算出一套最优的电路重构图纸和算法滤波方案。简单说，就是能用破铜烂铁手搓出领先10几年的黑科技。你嘴角上扬，有这玩意在90年代还怕翻不了身？刚深吸一口气，差点被呛死。车间里没半点松香汗息味，全是一股塑料发霉的酸臭味直往鼻孔钻。你站起身往角落看，那边堆着小山一样的收音机塑料壳，红绿相间土的掉渣，好多还长了白毛。旁边的机床早停了，落了厚厚一层灰。7、8个穿补丁蓝工装的工人全蹲在地上，正拿报废的彩色铜导线熟练的编网兜。一个胖工人边穿红导线边往地上吐唾沫，说他娘的，这日子没法过了，家里米缸都见底了，我老婆天天指着我鼻子骂，这破厂子到底还能不能行了？旁边瘦高个接话说行个屁，昨天我去财务科打听了，账上连100块钱都拿不出来。赵振华厂长头发都愁白了，天天往市里跑，连个水花都没打起来。你听着抱怨没出声，转身走到车间门口，老资格林保国师傅正蹲在门槛上，吧嗒抽了2口旱烟，拿烟袋锅子在鞋底敲掉烟灰。他抬头看你说，志明啊，别发呆了，闲着也是闲着，去跟他们拿废线编几个网兜吧，拿到菜市场去，好歹能换2斤棒子面。你摇头走到发霉塑料壳前，随手捡起一个，壳子早变形了，里头连着块残缺的绿电路板，刚拿在手里，眼前蓝色光幕又亮了，系统提示扫描目标为红星牌单波段收音机外壳及残缺电路板，缺陷是滤波电容严重漏电，晶体管老化参数漂移，布线逻辑混乱导致严重底噪。重构方案是提取现有3极管与电阻，改变拓扑结构，可重构成超外插式高灵敏度收音机，附带硬件及降噪图纸。看着光幕上瞬间生成的清晰电路图，你心里有了底。你捏着破壳子走到林保国跟前，说林师傅，咱们这收音机其实还能救救，不是元件不行，是电路设计的太烂了，只要把里头那几个老掉牙的电容换个接法，重新走一遍线，杂音起码能小一半。林保国像看傻子一样看你，把烟袋杆往腰带上一插，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他说你小子睡糊涂了吧，这板子是孙建业孙总工亲自带人设计的。孙总工那是啥人？当年去苏联进修过的老牌大学生，他带人捣鼓了半个月，最后也就弄出这么个动静。你一个中专毕业的技术员，敢说他设计的电路烂？你没生气？老一辈人只认死理，坏了哪换了，根本不懂底层逻辑重构和算法降噪。你说林师傅，时代变了，苏联那套老掉牙的技术早就不顶用了，咱们得换个思路，用现有的零件拼出不一样的效果。林保国摆手一脸不耐烦，说快拉倒吧你当这是搭积木呢？我看你是饿得脑子出幻觉了，有这闲工夫，不如想想明天早饭吃啥。车间工人听到动静也跟着起哄，一个说志明，你快别吹牛了，你要是能把这破烂修好，我把我手里这个网都吃了。另一个说就是孙总工都没辙的事，你瞎掺和啥？你拿着壳子没理会嘲笑，只要给套工具，半天就能把这破板子改成他们没听过的高级货。刚打算找烙铁练手，外面猛地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喊叫声。你转头往窗外看，一大群穿蓝工装的人正把行政楼围得死死的。还没等细看，车间外墙的大喇叭爆出刺耳杂音，这声音像铁钉刮玻璃，刺得人耳膜生疼。几个编网兜的工人手一抖，导线全掉地，捂着耳朵骂骂咧咧站起来。林保国也皱眉抬头看大喇叭，大喇叭里传出男人喘着粗气扯着嗓子的吼声，说别挤了，都别挤了，往后退。这是厂保卫科科长的声音，平时说话慢吞吞，这会儿嗓子都喊破了，显然急眼了。他说大家伙听我说，别在厂长办公室闹了。赵振华厂长没跑，他就在楼上。喇叭里背景音乱成一锅粥，全是工人讨工资的叫骂。保卫科长对着麦克风扯着嗓子大喊，说上头派人来了，勘探局的特派员刚到，说是带了活下来，李特派员就在楼下，大家伙赶紧让道，别耽误了厂子的大事。这话一出，喇叭里吵闹声小了不少，车间工人也都愣住了。林保国瞪大眼，腰上烟袋掉地都没发觉。你听见这话眼睛亮了，勘探局手里攥着大把经费，带下来的活绝对不是修破收音机，肯定需要专业通讯设备，这不就是打瞌睡送枕头？你看着手里的破壳子冷笑一声，一把扔回破木桌上，拍拍手上的灰，迈开大步朝车间大门外走去。你大步走出车间，顺着喇叭声快走到行政楼前。好家伙，楼前空地黑压压全是人，几百号穿蓝工装的工人把大门台阶挤得严严实实。你隔老远就看见厂长赵振华被几个壮汉围在中间，他满头大汗，死死抱着个破皮包怕人抢。一个满脸油污的壮汉扯着嗓子吼，说赵厂长今天必须给个准话，这都3个月没发工资了，家里锅都揭不开了。旁边女工跟着抹眼泪，说就是啊，孩子下学期学费还没着落呢，厂里不能不管咱们死活啊。赵振华急得直跺脚，双手往下压，扯着嗓子喊，让大家伙听他说，真不是他扣着钱不发，厂里账上1分钱都没了，仓库里堆的全是卖不出去的收音机壳子，他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啊？工人压根听不进去，拼命往前挤。保卫科长带人死死拦在前面，
急得脸都红了。正乱着，厂门外响起刺耳的汽车喇叭声，一辆呼满黄泥的吉普车硬生生从人群后挤进来，在台阶前一脚急刹，车门推开，穿着军绿大衣的特派员李卫民跳下车，他板着脸皱着眉，手里拎着个沉甸甸的黑帆布袋。李卫民看都不看讨薪的工人，挤开人群走到赵振华跟前，把黑袋子往旁边石桌上重重一砸，咣当一声闷响，像是一袋子废铜烂铁砸在石头上。工人们吓了一跳，吵闹声全停了，直勾勾盯着黑袋子。李卫民盯着赵振华冷着脸开口说：“赵厂长，废话他不多说，他们勘探队在深山老林里遇到大麻烦了，那片山区有强烈的磁场干扰，带进去的通讯设备全成了哑巴，现在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物资进不去，彻底断了联系。”说完，他一把拉开拉链，把袋子倒了个底朝天，哗啦一阵响，几台摔得外壳开裂，线路外露的电台滚在石桌上，散发着一股烧焦的塑料味。李卫民指着破烂说：“这是进口的美国货，遇到强干扰直接烧了主板，现在全是一堆废铁。上头下了死命令，3天内要么把这几台修好加上抗干扰功能，要么造出能用的新设备。你们红星二厂以前是搞军工底子出身的，这活能不能接？能接，10万块钱的加急经费，一分不少，马上打到你们账上。10万块，这3个字一出，全厂连大气都不敢喘，几百号工人眼睛亮得吓人，这钱足够把全厂拖欠的工资补齐，还能过个肥年。”赵振华眼睛都直了，咽了口唾沫，赶紧回头喊：“孙总工，孙建业，快过来看看这设备！”厂里的技术大拿孙建业挤出人群，掏出小螺丝刀和旧万用表凑到石桌前，他撬开一台电台后盖，用万用表点了几处电路，脸色越来越难看。足足看了5分钟，孙建业站起身，摘下眼镜擦汗，连连摇头叹气。孙建业指着烧黑的电路板说：“李特派员，真不是不想接，这核心的滤波芯片全烧穿了，这种高频芯片国内根本买不到，连替代品都没有，更别说还要加上抗干扰功能，现在根本做不到，这就是个死局。”李卫民脸色黑透了，说：“做不到，那你们厂等着破产清算吧，他去找别的厂。”说完伸手就要去收桌上的废铁，赵振华急得一把拉住他，差点跪下，说：“李特派员您别急啊，孙总工你再想想办法，这可是厂里的救命钱啊。”孙建业两手一摊，说：“赵厂长，你逼死我也没用，没芯片没图纸，神仙来了也修不好这洋玩意儿。”工人们眼里的光一下灭了，几个人直接蹲在地上捂脸叹气，刚送上门的救命稻草就这么断了。你站在外围死死盯着桌上的破烂电台，就在孙建业说出死局时，你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工业图纸解析系统激活了，系统提示检测到报废通讯设备，正在扫描，接着报出结果，故障原因是高频滤波模块烧毁，给出的解析方案是根本不用原装芯片，直接用现有的基础晶体管和废弃铜线圈重构一个数字跳频电路，只要干扰源没法锁定跳动频率，就能完美抗干扰。最后提示，最优电路重构与算法滤波图纸正在生成中。一眨眼，你眼前闪过一张张蓝色电路图，孙建业觉得比登天还难的技术，买不到的进口芯片，在你眼里全变成了最基础的电阻、电容和导线。你心里门清，这所谓的进口高级货，其实就是个单频段发射器，只要把频率做成随机跳动的，什么磁场干扰都得靠边站。做这个跳频电路压根用不上高级芯片，厂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废旧零件就足够了。眼看李卫民要把设备装回袋子，你直接推开前面2个工人，大步走到石桌前，你伸手按住那台破电台，声音不大，但在空地上听得清清楚楚。你说这活儿你接了，全场近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齐刷刷盯着你。孙建业愣了一下，看清是你后，气得脸都红了，说：“志明，你一个车间跑腿的技术员瞎捣什么乱？连他都修不好的东西，你懂个屁！赶紧回车间去！”赵振华也急得直瞪眼，说：“志明别胡闹，这可是要跟勘探局立军令状的，搞砸了全场都得跟着坐牢。”你不搭理他们，拿起那块烧黑的电路板举到李卫民面前，你说：“李特派员，这美国货看着高级，其实设计就是个半吊子，遇到强磁场当然抓瞎。”你指着主板语速极快，说：“根本不用修它，用厂里卖不出去的废铜烂铁和老式晶体管，你重新搭个数字跳频电路，信号频率不停变，干扰源根本咬不住。”李卫民上下打量你，虽然听不懂什么是数字跳频，但看你这股狠劲不像开玩笑。李卫民沉着脸说：“年轻人，话可不能乱说。3天时间拿废铜烂铁造出抗干扰电台，你要是搞砸了，这责任你担得起吗？”你迎着他的目光咧嘴一笑，你说：“你要是搞不定，这10万块钱的活算你白干。”你沈志明任凭处置。你把电路板啪的一声拍回桌上，说：“可你要是搞定了，这10万马上到账，厂里的工资今天就得发。”屋里静的能听见喘气声。李卫民死死盯着你，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真被你拍桌子这股狠劲和嘴里蹦出的新词镇住了。李卫民点头，把黑色帆布袋往桌上一扔，说了声：“好小子有种。”他说自己就待3天，你要是拿不出能用的东西，这10万块钱他原封不动带走，到时候上面怪罪下来，你们厂长都保不住你。赵振华吓得腿一软，差点坐地上，一把拽住你，急得直跳脚。他问：“你疯了？那可是勘探局的特派员，你拿什么造电台？拿你那张嘴吗？”孙建业在旁边气得直咬牙，指着你鼻子骂。他说：“厂长，你看看他狂的，自己干了30年技术都没听过什么数字跳频，你一个跑腿的懂个屁，你就是想把咱们厂往死里整。”你甩开赵振华，看都没看孙建业，你对厂长说想发工资就听你的，把废料仓库的钥匙给你。赵振华愣住了，看着你一点不害怕的样子，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眼下这烂摊子没人能管，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他抖着手解下钥匙，挑出把生锈的递过来，你抓起钥匙转身就走。废料仓库在厂区最里头，平时连个鬼影都没有。你捅开大铁门，用力一推，门轴吱呀直响，呛人的霉味扑面而来。林保国正蹲在门口抽旱烟，磕了颗烟袋，锅子吐口烟。他问志明啊，
大白天你跑这破烂堆干啥？听说你跟特派员立军令状了。他说你小子平时老实，怎么关键时刻犯浑？这破厂子没救了，赶紧找下家去吧。你没接话，直接迈步走进去。仓库里黑乎乎的，满地废铁，生锈的机床零件、报废收音机壳子和断电缆堆成了山。你走到一堆破纸箱前蹲下就翻。没多会儿，孙建业带着几个工人气冲冲跟过来，站在门外看你翻垃圾，满脸嘲笑。孙建业阴阳怪气的喊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咱们厂的大救星。”他说跑垃圾堆找宝贝去了。志明，你是不是打算用生锈铁丝给特派员编个电台啊？工人们跟着哄笑。你不搭理他们，双手不停翻找，很快从破箱子里翻出几个沾满机油的老式硅3极管，扯出一段发脆的铜芯线圈，又从杂烂的收音机里抠出几块落满灰的云母电容。你把这些破烂摆在地上，深吸一口气，双手按在零件上，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系统提示音响起，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已激活，只有你能看见的蓝色光幕在眼前弹出，闪过一行行数据。系统提示正在扫描可用材质，材质确认60年代产硅3极管，报废铜芯线圈，初级云母电容，废旧电路板，正在结合现有基础元件推演最优重构方案。光幕中心破烂零件的影像被打散，一条条金线在半空飞快交织，老旧的模拟电路被系统重新排列，硬生生改造成了复杂的数字逻辑阵列。系统提示推演完成，简易数字跳频抗干扰主板图纸已生成，庞大精密的电路结构和滤波算法逻辑图瞬间刻进你脑子里，熟的就像亲手画过1万遍。你睁开眼，站起身，左右一扫，从墙角捡起半截粉笔和一块平整的大木板，直接画了起来，手腕翻飞，粉笔在木板上刷刷直响，一条条线路、节点、复杂的滤波回路和跳频控制单元快速成型。你画得极快，连停都不停，图纸就像印在骨头里一样。孙建业本来在门外抱膀子看笑话，见你煞有介事的画图，冷哼一声走进来，想看你画什么鬼画符。他刚走到你身后，视线往木板上一扫，整个人直接僵住，脸上的嘲笑还没收回去，眼睛就瞪圆了。他嘴里嘟囔着这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身子却不受控制的往前凑，猛地蹲下身，脸都快贴到木板上了。孙建业伸出手指顺着粉笔线往前滑，声音都在抖。他问这3极管的发射极怎么接在这儿？这回路把杂音给滤掉了。他说等等，这几个电容凑在一起，频率怎么会自己跳动？孙建业越看越心惊，冷汗直冒。他干了30年无线电，闭着眼都能拆装老电台，可眼前这图完全打破了他的常识，用最破烂的零件搭出了一个他看不懂但绝对行得通的超前电路。孙建业一屁股坐在地上，死盯着木板像见了鬼。他说这不可能，这频率控制，这滤波设计，你从哪学来的？你手腕一停，画完最后一笔，扔掉粉笔头，拍了拍手上的白灰，居高临下看着坐在地上的孙建业。你问孙总工看懂了吗？看不懂没关系，照着做就行。这时赵振华满头大汗跑到仓库门口，一探头就看见厂里资历最老的孙总工瘫坐在地上，对着破木板发呆。赵振华赶紧跑进来，问老孙你这是怎么了？孙建业一把抓住赵振华的裤腿，指着木板的手抖个不停。他说厂长，天才，这小子是个天才，这图纸绝了，真他娘的绝了。赵振华彻底懵了，看看孙建业又看看你，半天说不出话。你没给他们发呆的时间，走到赵振华面前直视他，你说厂长，图纸有了，材料这仓库里多的是，现在我要1号车间的绝对使用权，车间里所有人，包括孙总工，这3天都得听我指挥。你指了指地上的废铁，说3天时间，我要把这些破烂变成勘探局求着买的宝贝。赵振华看着你透着狠劲的脸，用力一咬牙，他说好，1号车间归你管，全场上下谁敢不听你的，我扒了他的皮。你转头看向门外发愣的工人，大喊一声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些废料全给我搬进1号车间。你一声令下，门外那群工人互相看了看，谁也没动弹。大家在红星厂耗了这么多年，厂里啥烂摊子谁不清楚？就凭这堆长绿毛的废铜烂铁，3天搞出勘探局要的设备，这不是闭眼吹牛吗？赵振华一看这架势，气得脸上的肉直哆嗦，他猛地冲出去。赵振华一脚踹翻空铁桶，扯着嗓子吼都聋了是不是？1号车间现在归志明管，他说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今天敢掉链子，老子现在就开除他，这个月的粮票1两也别想拿。厂长发了死命令，工人们这才磨磨蹭蹭地动起来，发霉的塑料壳子、生锈的废导线、报废的电路板全搬进了1号车间。平时连灯都不舍得开的车间，赵振华直接让人推上大闸，几盏大灯一亮，地上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机油混着霉味的酸臭气呛得人直咳嗽。你踩着木箱子站在车间正中间，底下200-300号人穿着洗发白的蓝工装，手里拿着扳手钳子，一脸不服。林师傅蹲在最前头，在鞋底磕了磕旱烟袋叹气。林师傅说厂长，不是大伙不给你面子，志明这孩子平时挺老实，今天这是怎么了？3天时间就靠这堆破烂给人家勘探局交差，这不是拿大伙开涮吗？人群里挤出个满脸横肉的壮汉，是1号车间的焊工班长刘大彪，他手里掂量着大号管钳，斜眼看你。刘大彪说志明，你小子平时在车间里连个屁都不放，今天吃错药了，拿块破木板画几个圈圈，把孙总工忽悠瘸了，现在还想来使唤咱们这帮老骨头。你看着刘大彪没吭声。孙建业一听急了，冲过来指着刘大彪的鼻子骂。孙建业说刘大彪你个混球懂个屁，那图纸上的东西。刘大彪一把推开孙建业，说孙总工您老歇着吧，他要真有那么大本事，干嘛还在咱们这破厂拿死工资？3天搞出20台能用的电台，他以为他是神仙啊。底下人跟着起哄，嗡嗡声连成一片。国营厂的老油条不见兔子不撒鹰，光靠厂长压着绝对磨洋工，那你的军令状就白立了。想镇住这帮人，光靠嘴皮子没用，你直接跳下木箱，大步走到刘大彪面前盯着他。你问刘班长，你不信我？刘大彪冷笑一声，抓起工作台上一个黑乎乎的铁疙瘩重重拍在桌上。刘大彪说这是仓库翻出来的
的老式高频震荡器，里头线圈早烧成炭了。你要是能把这玩意儿修好，用在电台上，我刘大彪今天带着全班给你磕头。你要是修不好，趁早滚蛋，别耽误大伙回家吃饭。赵振华一看那铁疙瘩，脸都白了，那是以前留下的精密件，坏了根本没法修，只能换新。你扫了一眼桌上的铁疙瘩，脑子里叮的一声响，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已激活，扫描目标是报废型高频震荡模块，损坏程度为核心线圈烧毁，晶体管击穿，系统正在解析。生成最优重构方案是放弃原线圈修复，利用基础电容与废旧二极管重构滤波电路，搭建简易震荡回路。一张清晰的3维线路图直接印进你脑子，每根线的走向，每个焊点的位置清清楚楚。你想都没想，抓起桌上的尖嘴钳说看好了。你手上动作快的出奇，尖嘴钳卡住铁疙瘩外壳，用力一拧，暴力扯掉烧黑的铁皮，露出里面黑乎乎的一团乱麻。孙建业在旁边吓得大叫，说哎你干嘛？那是精密件，不能硬拆。你根本不理，用钳子直接剪断烧焦的线圈，把废渣全倒在桌上。接着你抓起烧得通红的电烙铁，滋啦一声戳在松香上，冒出一股刺鼻的白烟。你左手从废收音机主板上抠下2旧二极管，右手捏着电烙铁滴上焊锡，精准把2二极管的引脚连在一起。紧接着你扯过一根包皮的废铜线，直接空中拉线，把几个挨不着边的基础电容串起来，一端焊在二极管上，另一端直接焊在铁疙瘩底部的接线柱上。刘大彪看傻眼了，哪有这么干活的？这简直是胡闹！二极管和电容乱飞线，通了电还不得当场炸了？不到3分钟，你把电烙铁当的一声扔在桌上，伸出手说拿万用表来。林师傅愣了一下，赶紧掏出个老式万用表递给你。你把万用表的2根表笔稳稳搭在刚焊好的线头上，滴的一声，万用表指针猛地往右一跳，在表盘上晃了2下，稳稳当当停在一个刻度上一动不动。孙建业猛地扑到桌前，脸都快贴表上了，眼珠子瞪得老大，嘴唇直哆嗦。孙建业说这组织，这频率反馈。孙建业猛抬头看着你像看怪物，说比原装的还要稳。你用2个破二极管和几个废电容，硬生生搭出了一个震荡回路，这怎么可能？车间里死一般安静，只有万用表轻微的电流声，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你，连喘气都不敢大声。你拿起重构好的模块，直接扔进刘大彪怀里，拍了拍手上的灰。你说刘班长，头就不必磕了，现在能干活了吗？刘大彪捧着模块手直哆嗦，满脸通红，憋了半天，猛地一拍大腿大吼。刘大彪说志明，你牛，你真他娘的牛，你说咋干，咱们1号车间就咋干，谁敢偷懒，我哪管钱敲碎他的狗头。你转身走回木箱，站在高处看着全场大声宣布，你说废话不多说，3天时间20台设备，不用你们懂图纸，也不用想明白为啥这么接线，从现在起所有人分3组。你指着刘大彪说，刘大彪，你带20个手稳的，专门把废板子上的二极管和电容抠下来重新焊在一块，只要焊点不虚就行。你又指着林师傅说，林师傅，你带人削导线外皮，把废线按10厘米一节剪断，2头包皮备用。最后看向孙建业说，孙总工，你带技术好的按我画的图纸组装零件，最后通电测试归你管。你大手一挥说，这就叫流水线，像机器一样动起来，别管原理，只管动手。3天后让勘探局里特派员看看，咱们厂造出来的不是破烂，是他们花钱都买不到的宝贝。车间里立马爆发出震天的吼声，工人们全像打了鸡血，眼冒绿光，大闸推满，机器重新通电，嗡嗡的轰鸣声震得耳朵发麻，电烙铁的滋啦声，剪线前的咔嚓声瞬间响成一片。3天倒计时正式开始，我跳下木箱，径直走到车间最里头的角落，那里堆着几个黑色旧帆布袋，是李特派员从勘探局带过来的报废通讯主机，这是我改造的核心，想把破烂变成跨时代的跳频电台，必须以这主机为基础彻底重组线路。我盯着那些被厚实铁皮焊死的绿色铁疙瘩，这玩意儿外壳焊得死死的，常规工具根本撬不开。我头也不回地对着后面喊，让拿大锤来，准备暴力拆解。车间里正干得起劲，一个小徒弟听到动静，赶紧从角落翻出一把18磅的大铁锤，吭哧吭哧扛过来递给我。我单手接过大锤掂了掂，分量刚好。面前这台从帆布袋倒出来的绿色通讯主机活像个铁王八，外表坑坑洼洼全是划痕，接缝处连个螺丝眼都找不着，全用死焊封着。勘探局以前在野外作业，怕机器进水进沙，出厂时硬是把外壳做成了密封的铁疙瘩，想用螺丝刀慢慢撬，门都没有。我双手握住锤柄，刚拉开架势准备动手，身后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孙建业扯着嗓子吼让我住手，连滚带爬冲过来，死死抱住我的胳膊，气得脸发白，嘴唇直哆嗦。林师傅也扔了旱烟袋跑过来，急得直拍大腿，让我悠着点，这可是勘探局拿来的宝贝，这一锤子下去厂子赔都赔不起。我皱起眉头，看着死死拽住我的孙建业，语气平淡的让他松手。孙建业说他不松，说我这是搞破坏。他眼珠子瞪得溜圆，指着那台绿色主机喊，这可是军工级的电台主机，里头全是最精密的电子管和晶体震荡器。孙建业说拿大锤砸，朕也把里头的零件震成粉末了，这是败家子才干得出来的事。林师傅在旁边急得直转圈，说虽然报废了，但小心点拆，里头说不定还能抠出几个好零件。林师傅问我砸成废铁，3天后李特派员来验收，拿什么交差？我看着这2个老技术员，心里清楚得很，在他们眼里，这些精密仪器就是祖宗，得供着拿小锉刀一点点磨。可我没那个美国时间，我用锤柄敲了敲厚实的铁壳，让孙建业看清楚，这外壳是满焊的，连条缝都没留。我说要是不砸，就凭厂里那些钝口的小锉刀，磨上3天3夜也弄不开这层皮。赵振华厂长还在外头顶着几百号讨薪的工人，问他打算让他们喝西北风等着磨铁皮吗？孙建业被我噎得脸涨通红，手还是死死抓着我，
说那也不能砸，外壳受力一传导，里面的电路板当场就得断成2截，到时候全完了。我说断不了，懒得再废话，手腕猛地一翻，硬生生挣脱了孙建业的手。孙建业往后踉跄2步，眼睁睁看着我重新举起18磅的大锤，绝望地捂住眼睛，说疯了，真是疯了。我双腿岔开，腰部发力，脑子里的工业图纸解析系统无声启动。在我眼里，这台后世的铁王八根本没任何秘密。视线里，绿色外壳上亮起2个刺眼的红色光圈，那是当年焊接成型时金属冷却收缩留下的应力集中点，也就是这层铁皮最脆弱的死穴。只要砸准这2个点，外壳会顺着应力线自己裂开，冲击力全被铁皮吸收，根本传不到里面的电路板上。我深吸一口气，抡圆大锤，带着风声狠狠砸向第一个红点，一声震天响在车间角落炸开，火星子四下飞溅。孙建业吓得浑身一哆嗦，嘴里直念叨完了完了，全砸烂了。我根本没停手，大锤借着反弹的力道在半空中画了个半圆，照着第2个红点又是一记重锤。2声闷响过后，坚硬的绿色铁皮外壳发出一声刺耳的金属撕裂声，一条粗长的裂缝从中间直接崩开。我把大锤往地上一扔，掏出平口螺丝刀，顺着裂缝插进去，用力往下猛压，嘎巴一声脆响。厚实的铁壳像熟透的西瓜一样一分为2，整整齐齐向2边翻开。我拍了拍手上的铁锈，让孙建业睁眼看看。孙建业放下手，咽了口唾沫，哆哆嗦嗦凑上前。他本以为会看到一堆稀碎的玻璃渣子和断成几节的废树脂板，可当他看清里面的情况时，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铁壳内部密密麻麻的电路板好好的，一点没坏，那些最脆弱的玻璃封装电子管稳稳当当插在底座上，连个裂纹都没有，走线干干净净，一点被震断的迹象都找不出来。孙建业眼珠子都快掉进机箱里了，不敢相信的摸了摸完好的电路板，又看了看旁边厚达半厘米的铁壳。林师傅也凑过来看了一眼，倒吸一口凉气，说我这力道绝了，连根头发丝都没伤着。孙建业猛地转头盯着我，像看个怪物，问我是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这力道怎么控制的？我没搭理他的大呼小叫，眼睛死死盯着暴露出来的核心主板，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提示音响了，检测到报废模拟通讯主板70型，开始解析内部电路架构，解析完成，检测当前环境可用元件，红星厂库存劣质电容，废旧晶体管，普通铜气包线，结合现有条件，生成最优重构方案，初代数字跳频抗干扰滤波电路。一瞬间，一张张清晰的蓝色电路图在我脑海中铺展，原本老旧落后的模拟电路被系统彻底拆解，用厂里现有的破烂元件重新拼凑出了一套跨时代的全新架构。你指着主板正中央一个烧得漆黑的铜线圈，问孙总工知道这机器为啥报废吗？孙建业皱着眉头端详一会儿，说主震荡线圈烧穿了，应该是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导致的。你说对了一半，勘探局那帮人在深山老林里用，周围磁场乱七八糟，这老式的模拟信号根本传不出去，飘得没边了。他们为了强行把信号发出去，只能拼命加大发射功率，死命烧发报机，最后硬生生把这线圈给烧废了。孙建业叹了口气，说这是通病，模拟电台抗干扰能力就是差，现在线圈烧了，咱们厂连绕制这种高精度线圈的机床都没有，这板子彻底没救了。你说谁说要救他了？伸手直接把烧黑的线圈粗暴扯下来扔在地上。孙建业又急了，问你干嘛？你说咱们直接把这套老掉牙的模拟电路废了。你直起身子，眼神发亮，说刚才画的新图纸根本不用这破玩意儿，咱们给勘探局搞个新花样，跳频。孙建业愣住了，这词儿他听都没听过。你拍了拍他僵硬的肩膀，用大白话解释，以前的电台就在一条道上跑，干扰一多就把路堵死了。跳频就是让咱们的信号像打游击一样，在这个频率上喊一嗓子，立马跳到下一个频率接着喊，1秒钟跳几10次，外面的干扰根本摸不清咱们的规律，想堵都堵不住。孙建业听得张大了嘴巴，脑子嗡嗡直响。他在无线电这行干了半辈子，从没听过这么邪乎的理论。孙建业连连摇头，说这能行得通？这得要多复杂的控制电路啊！你说图纸都在我脑子里，行不行得通？做出来就知道了。你指着桌上的机器，让孙建业赶紧挑几个手脚麻利的徒弟，把这几块板子全拆下来，拿酒精洗干净，上面的电子管全拔了，咱们换晶体管上阵。这回孙建业彻底没脾气了，刚才那一锤子砸出来的奇迹，加上你嘴里蹦出来的新词儿，已经把这个老总工的骄傲击得粉碎。他像个刚进场的学徒一样老老实实点头，说我这就叫人来弄。孙建业转身去叫人，你站在桌前看着满桌子拆下来的零件，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系统给的跳频图纸确实完美，用厂里的废旧晶体管和电容就能搭出射频部分，但是跳频算法需要一个脑子来控制频率的快速切换，光靠这些模拟元件根本算不过来那么复杂的数据，你必须得找个微处理器来做主控芯片。你摸着下巴，目光在乱糟糟的车间里扫视，红星厂这种造破收音机的地方，上哪去找高级芯片？你脑子里闪过一段原主的记忆，去年厂长赵振华为了响应上面搞自动化的号召，不知道从哪个倒买倒卖的人手里弄回来一批便宜货，结果厂里没人会用，全当废品扔在仓库角落里吃灰了。你猛地转身，大步往车间外走，直奔废料仓库。那批落灰的单片机，现在该见见天日了。你大步穿过厂区，直奔后院废料仓库。厂里杂草长得比膝盖高，仓库那2扇大铁门锈的掉渣，你用力一推，铁门吱呀一声开条缝，一股发霉机油味直钻鼻孔。仓库里黑灯瞎火，满地破铜烂铁。看仓库的老王正躺在帆布椅上，脸盖就报纸，听着收音机打呼噜。你走过去，一巴掌拍在他旁边的铁桌上，砰的一声，老王吓得一哆嗦，报纸掉地。他揉眼坐起，一看是你，立马拉下脸，说你小子干啥？前面不都在找赵厂长要工资吗？跑我这捣乱找打？你说我找点东西，懒得废话，拨开挡路的破麻袋。去年赵厂长弄回来的那批黑壳单片机放哪了？老王撇撇嘴，端起搪瓷缸喝水，吐了地茶叶沫，说找那破烂干啥？厂长发话要当废品卖的，你别瞎动。再说你懂那玩意吗？你说李特派员的活，孙总工等着要这东西配机器，耽误了勘探局的单子，厂子倒闭，你连收破烂的钱都拿不到。你搬出领导名头，死死盯着他。
老王被唬住了，上下打量你嘀咕，真有活。孙总工能要那废品？他站起身扯下钥匙，不情愿地带你往里走，边走边踢开地上的废铁丝。老王边走边抱怨，我可告诉你，那玩意邪门，去年厂里几个骨干鼓捣半个月，连个灯泡都点不亮，全是次品，你拿去也是挨骂。走到落灰的角落，老王指着几台破电机下的破纸箱，说就拿，自己搬。你二话不说，挽起袖子搬开几十斤重的破电机，顾不上满手黑油污，一把扯开烂纸箱，几百块老式单片机像垃圾一样堆着，塑料壳上全是灰，一排排银角长满绿铜锈，有的银角弯了断了，一看就是运输时被暴力摔过。老王暴毙看笑话，说瞧见没，这破烂白给都没人要，你要是能用，我把这纸箱子吃了。你没搭理他，抓起一块单片机用力蹭掉灰，露出模糊的型号，这是块老旧的8位微处理器仿制品，算力极低，手指碰到芯片瞬间，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系统提示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已激活，扫描目标是早期8位微处理器劣质仿制品，当前状态银角严重氧化，内部存储区30%物理损坏，时钟电路老化。解析结果显示核心逻辑运算单元完整，寄存器可用，重构方案提供银角物理除锈最佳角度，生成规避损坏存储区的底层指令集，可搭配外部简易 RC 震荡电路重构时钟。你心里冷笑，稳了，那帮老技术员死按书本，拿来当好芯片用，碰到坏块死机当然点不亮，但在系统眼里，只要核心没烧，哪怕只剩一半存储，跑个极简跳频算法绝对够用。跳频不用复杂计算，只要按规律快切频率就行。老王看你发呆，忍不住嘲讽，说这还能用？你别是想钱想疯了，拿废料糊弄孙总工，比特派员发火你可都不住。你扫了他一眼没吭声，你走到工作台，翻出生锈的锉刀，捏住单片机，对着长满绿锈的银角刷刷几下刮下去，按系统提示的角度，刚好刮掉氧化层，露出黄灿灿的铜底，一点没伤银角根部。接着你找来废导线、干电池盒和破收音机上的小喇叭，把导线缠电池上，另一头在单片机供电和测试银角上飞快碰了几下，手指稳得很，滋啦滴滴滴，小喇叭里传出规律的电子蜂鸣声。老王看傻了眼，指着你手里的东西手指直抖，问这破玩意活了？出声了？你说废品在废物手里才是废品，扔下工具扯过破帆布袋，挑了几十块外表没裂缝的单片机哗啦全扫进去。你拎起袋子拍拍灰转身就走，留老王待在原地。你拎着袋子回车间时，孙建业正带徒弟围在桌旁，林师傅叼着旱烟凑热闹。桌上报废设备的电路板已拆干净，电子管全拔了，板子用酒精洗得发白，露出铜箔。你说东西找来了，把帆布袋往桌上一倒，稀里哗啦一阵响，几十块长着绿毛的破单片机滚了一桌。孙建业吓一跳，拿起一块脸都黑了，说你说的脑子就是这批烂货，这不是去年扔仓库的废料吗？林师傅吐口烟圈，用烟袋锅敲桌边摇头，说这不行啊小伙子，去年为这批货厂长还挨了批，这东西写不进程序，就是堆废塑料，指望他修机器。你说那是以前拉椅子坐下，拿小刀刮银角的锈，说硬件问题你解决，板子上的线重飞，没用的外围电路全切，按你说的接。孙建业急了，双手撑桌瞪着你大喊，就算弄通电，这东西里头是空的，得有程序，咱们厂没懂编程的，更别说你那跳频算法，你拿啥控制它？拿嘴吗？你停下手，看着急红了脸的孙建业笑了笑，你说谁说没人懂？把单片机重重拍在桌上，转头冲旁边徒弟说，去找答最后的信纸，拿2支圆珠笔来。孙建业愣住，问要纸笔干啥？写报告。你指着自己脑袋说，没电脑，你手写。今天你把核心算法一行行给他们写出来。年轻徒弟跑得气喘吁吁，怀里抱着一摞印着红星无线电2厂的信纸，手里攥着2支新圆珠笔。徒弟说拿来了，纸拿来了，把东西往桌上一放，退到一边。你拿过圆珠笔，按出笔芯，在废纸上划了2下，接着把桌上变形的塑料壳和生锈零件往边上一推，腾出块干净地方把信纸摆正。车间里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几十个工人全盯着你。林保国站在对面，吧嗒抽了2口烟袋锅，吐出浓烟，说你这后生真能整景，写字就能把机器修好。他说我在这厂子干30年，没听过这等奇事。孙建业气得脸上的肉直抖，双手抱胸冷眼看你，说你写，他今天倒要看看你能写出什么花来。那批报废的单片机内存小得可怜，连复杂的加减乘除都算不利索，你还想在上面跑跳频算法？省里专家看了都摇头，说除非换进口的 DSP 芯片，不然想都别想。你没搭理他，拉过椅子坐下。你心里清楚孙建业说的是大实话，这年头搞通讯的都觉得硬件越强越好，算法全靠堆料，可他们不知道后世的算法早把底层逻辑优化到了极致。你深吸一口气，脑子里叮的一声响，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已启动，正在扫描目标8位基础单片机报废版，正在结合时代基础元件，正在生成最优算法逻辑与电路重构图纸。1秒钟不到，那块破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像拆开的积木一样在你脑子里铺开，寄存器、内存、运算单元在哪儿，清清楚楚。紧接着，一套专门给这破板子量身定制的极简跳频控制算法在你眼前哗哗刷屏。你手腕一沉，笔尖落在信纸上，车间里只剩沙沙的写字声。你写得飞快，连想都不用想，系统早把最优解摆在眼前了。第一行没写长篇大论，直接是一串极短的变量定义。孙建业看你真写起来，凑上前伸长脖子瞟了一眼，直接冷笑，说就这。他说你这写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连个浮点运算库都不调用，你打算怎么算频率跳变的不长？靠手捏吗？你头都没抬，手里笔不停，嘴上甩过去一句，说用浮点运算，那破板子跑得动吗？跑2步就得死机，全改成微运算。孙建业愣住，眉头拧成疙瘩，问微运算，那精度怎么保证？你说精度，笑了一声，笔尖在纸上画出个方块，旁边标上一串16进制数字。你说咱们是搞通讯抗干扰，又不是造原子弹，把复杂的乘除法全换成向左向右移位，只要保证跳频序列的尾随机性，精度差个0点几赫兹，接收端照样能锁住信号。孙建业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懂技术，脑子里一转，发现这招虽然野，但还真行得通。你没管他，手下越写越快，
第一张纸刚写满，你直接撕下来往旁边一扔，接着写第二张。年轻徒弟机灵，赶紧凑过来把你扔的纸捡起捧在手里。系统给的算法简直绝了，不用硬算，直接上查表法。你边写边说，声音在车间里听得清清楚楚。说这破单片机内存小，咱们就不让它算。你说我在这程序里建个表，把所有需要的跳频频率点提前算好，存成固定的数据。机器运行的时候不用算，直接按着尾随机码去表里翻日历，翻到哪天是哪天，翻到哪个频率就跳哪个频率。孙建业猛地瞪大眼，一把从徒弟手里抢过那2张纸，凑到眼前死盯着。他眼珠子顺着字迹往下扫，呼吸越来越粗。他说这路子，声音都打颤了。他看懂了核心逻辑，这根本不是那种臃肿的程序，代码精简到了极点，每个字节都被压榨干了，没一句废话。林保国看不懂纸上的英文字母，但看懂了孙建业的表情。他手里的烟袋锅早灭了，拿胳膊肘捅孙建业。林保国问老孙这后生写的啥玩意儿，真管用吗？孙建业根本顾不上搭理他，拿纸的手直哆嗦，死盯着第3张纸上的算法流程图。孙建业自言自语，声音大得破了音。他说把纠错码也给精简了，砍掉了汉明码，直接用最简单的基偶校验，配合跳频的速度。孙建业说跳得够快，就算丢几包数据也根本不影响通话。孙建业问这还能这么玩？你笑了笑，笔下写得更快。第3章、第4章、第5章，你写满1张，徒弟就赶紧抽走递给孙建业。孙建业哪还有刚才老资格的样，简直像个刚进场的学徒，双手捧着信纸，眼睛瞪得通红，生怕漏看一个字。孙建业边看边拍大腿，激动的脸通红，说这算法绝了，问这谁教你的？说这根本不是咱们国内现在的路子。孙建业说这逻辑太干净了，这块报废的板子真能用这套程序跑起来。围观工人听不懂查表法，但看孙总工这么激动，也知道你写的是大宝贝。大家看你的眼神全变了，整整半小时，你坐在桌前连眼皮都没眨，圆珠笔心都写空了半截。系统提示核心算法图纸生成完毕，你在纸上点下最后一个句号，把笔往桌上一扔，你长出一口气，甩了甩发酸的手腕。桌上整整齐齐摆着20多张写满代码和流程图的信纸，这就是后世思维降维打击的产物，一套能让破烂电子垃圾爆发出惊人战斗力的核心算法。孙建业捧着最后几张纸，眼眶发热，他抬头看你，嘴唇直哆嗦，憋出一句话，说我收回我刚才的话，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站起身拍拍裤腿的灰，没接话茬。你说算法写完了，逻辑也跑通了，你指着桌上刮掉铁锈的单片机，说但光有程序没用，硬件还得改，这板子上的线路全得重新飞，外围那些没用的电容电阻全得拆。你转头看向旁边发愣的年轻徒弟，你说去把厂里最好的电烙铁拿来，再找几卷最细的气包线，一把好点的斜口钳，还有松香和焊锡。你双手撑桌盯着那块破电路板，你说接下来咱们得让这块死板子在这桌子上活过来。年轻徒弟喘着粗气跑进车间，把几样东西啪地拍在你面前，一把盘得发黑的30瓦木柄电烙铁，一卷极细的气包线，一盒黑乎乎的松香，半卷发暗的焊锡丝，还有把钝了的斜口钳。你掂了掂电烙铁，插头电线皮都裂了，露出黄铜丝，你嘀咕着凑合用吧，把插头捅进插座。这年头没恒温焊台全靠手感，你摸出砂纸，捏着发黑的烙铁头快速打磨，几下就露出紫铜底色。林保国凑过来，手里捏着烟袋锅，连火都忘了点。孙建业也死盯着桌上那块破电路板，烙铁还在加热，你拿起斜口钳对着电路板伸过去，咔嚓一声，板子上最大的电解电容被气根剪断，圆柱壳子咕噜噜滚到桌沿。孙建业眼皮猛跳，大步上前问你干啥？孙建业说那是主滤波电容，剪了它，电源杂波能把单片机烧穿。你没搭理他，斜口钳换了个方向，咔嚓咔嚓，2颗黑色的稳压2极管也被你随手拨拉到地上。孙建业急得直拍大腿，指着你的手直哆嗦，说你真是疯了，稳压管你也拆？孙建业说这板子电压本来就不稳，保护电路全拆了一通电就得冒烟。你扔下斜口钳，看着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孙建业，你说老孙把你的老黄历收一收。你指着桌上那叠写满算法的信纸，说咱们现在搞的是数字跳频，不是你以前修的那些破收音机。你说模拟信号才需要物理电容滤杂波，数字信号靠的是算法。你拿起单片机晃了晃，说我写的程序自带数字滤波和软稳压逻辑，只要电压波动不超过20%，程序自己就能剔除错误数据，留着那些反应慢半拍的老电容，只会拖慢信号跳变速度。孙建业愣住了，张着嘴半天没挤出一个字。他干了半辈子无线电，脑子里全是缺啥补啥的死理，根本没听过用软件代替硬件的玩法。你说行了，别在这大呼小叫，挡着我光了。你摆摆手让他后退，烙铁已经烫手，你把紫铜烙铁头往松香盒里一戳，刺啦一声，浓烈的白烟腾空而起，刺鼻的香味在车间散开。脑子里叮的一声，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彻底激活，系统提示音响起，3维立体电路图直接投射在你眼前，哪里断开，哪里连接，哪根引脚飞线，标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你的底气，跨时代的图纸加上手艺，这块破板子今天必须活过来。你左手捏起极细的气包线，右手握电烙铁，死死盯住电路板。你说看好了，跳频电路的硬件是这么改的。话音刚落，你手就动了，左手手指捻着气包线在砂纸上飞快蹭2下，刮掉绝缘漆，右手烙铁头在焊锡丝上轻碰，带起一滴黄豆大的亮银色细珠。你手腕一压，烙铁头精准落在单片机第2根针脚上，气包线同时递过去，嗤的一声，不到半秒，烙铁抬起，一个圆润发亮的焊点死死咬住细线，你连停顿都没有，左手扯着气包线绕过2个废弃电阻位，直奔右上角天线接口，烙铁再次落下，又是一个完美焊点。旁边的林保国看傻眼了，烟袋锅一歪，烟灰全洒在鞋面上。孙建业更是瞪圆了眼，
他太清楚手工飞线有多难，板子上元件密密麻麻，针脚距离不到1毫米，稍不留神就会把相邻针脚焊死短路。可你的手稳得像机器，左手送线刮漆，右手点焊走线，配合的严丝合缝，你根本不用停下看图纸，脑子里的系统早把走线刻在神经里。手里的烙铁在电路板上飞舞，每次起落都带起一缕白烟。车间里安静的只剩下松香气化的刺啦声。你把漆包线拉到板子背面，用刀片在副铜板上狠刮2刀，露出铜皮。你头也不抬的嘟囔，说地线回路不够，容易产生自激震荡。紧接着你拿起一节粗铜丝，横跨整个电路板背面，把几个关键接地端强行连在一起，烙铁在上面快速拖动，拉出一条长长的一字形焊带。孙建业倒吸一口凉气，这种大面积拖焊对温度和手速要求极高，慢一点副铜会烫翘，快一点全是虚焊。可你拉出的焊带表面平滑的像镜子，挑不出半点毛病。林保国压低声音结结巴巴的嘟囔，说这手艺比厂里8级钳工的手还稳啊！你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系统提示音接连跳出，节点 C4 已连接，阻抗匹配度 98%， 高频射频通道重构完成，干扰屏蔽层物理连接完毕。汗水顺着额头砸在桌上，你连擦汗的功夫都没，只管盯着电路板。原本整齐的电路板被改得面目全非，红色的漆包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元件和针脚间穿插缠绕，有的悬空飞过，有的贴着边缘绕圈。在别人眼里这绝对是块废品，但你清楚，这看似凌乱的蜘蛛网是能完美承载数字跳频算法的超级网络，每根飞线的长度、走向和拐弯角度都经过系统精密计算，最大限度减少信号干扰。你深吸一口气，捏着漆包线穿过单片机底下的缝隙，精准搭在晶阵引脚上，烙铁头最后一次落下，白烟飘散。你拿起斜口钳咔的剪断多余线头，你把电烙铁扔回铁架子，拔掉插头，抓起破抹布胡乱抹了把脸上的汗。整整1个多小时，你连腰都没直起来过，后背肌肉酸疼。你用手指弹了弹那块布满飞线的电路板，把它推到孙建业面前。你靠在椅背上看着他，问看明白了吗？孙建业咽了口唾沫，死盯着那块像怪物一样的电路板，伸手想摸又缩了回来。他看不懂，他能看懂每个焊点都很完美，但完全不懂线为啥这么连。这彻底颠覆了他几十年的无线电常识。孙建业声音发干，问你确定这东西通上电不会炸？你没跟他废话，直接伸手扯过桌旁测试用的直流稳压电源。你把电源的红黑夹子捏在手里，眼神扫过孙建业和林保国。你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66，接电试试。你拿着红黑电源夹子，刚要往电路板引脚上搭，孙建业猛吼一嗓子扑过来，一把死死攥住你的手腕，捏得你骨头生疼。他满头大汗，另一只手抓起桌上的万用表，哆嗦着把表笔戳在电路板的电源和地线上。万用表立马发出一声刺耳长鸣。孙建业眼珠子瞪得溜圆，冲你喊：听见没？短路了！电源跟地线直接连通了，你这一通电，别说板子上的芯片，连这台测试电源都得跟着烧炸。孙建业问你懂不懂规矩？林保国吓得烟斗直接掉地上，赶紧踩灭烟头，凑过来苦着脸劝。林保国说：志明啊，别胡来，咱们厂修了10几年收音机，也没见谁把线接短路的，你听孙总工的，赶紧拆了重弄吧。赵振华和李卫民听到动静，急匆匆从门口挤进人群。李卫民一眼盯上桌中间那块板子，板子上全是你拿漆包线飞出来的网，密密麻麻像个马蜂窝，看着直起鸡皮疙瘩。旁边还散落着被你剪掉的废弃电容和电阻。李卫民的脸当场黑了。李卫民转头死盯赵振华，声音发冷，问赵厂长：这就是你们厂的技术骨干？我们勘探局的设备是坏了，但里面的核心芯片可是进口的，金贵的很。他这么乱搞一通，万一彻底烧报废了，耽误了勘探局的大事，你们红星厂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赵振华被骂得直缩脖子，擦着满头大汗凑到你跟前，压低声音。赵振华问：志明，你到底有把握没有？孙总工可是咱们厂的老资格，万用表都叫唤了，这还能有假？你别硬出头，赶紧给李特派员认个错。看着这帮急得跳脚的人，你冷哼一声：老资格，万用表，你脑子里的工业图纸解析系统早把这板子的每个节点算透了。虚拟蓝色图纸上数据流疯狂运转，清楚标示着线路最优解。这帮人根本不懂啥叫技术降维打击。你用力甩开孙建业的手，说：孙总工，你拿个测直流电的万用表，跑来量高频交流电路，你丢不丢人？你一把抢过万用表，啪的拍在桌上。孙建业愣了一下，扯着嗓子反驳：放屁，电源输入不是直流是什么？表都响了你还敢狡辩？你指着刚才测量的位置，那里被你用废铜线绕了7、8圈焊在俩引脚间。你盯着孙建业一点面子没留，说看清楚这是什么？这叫自制高频恶流圈，直流电过去它当然是通的，万用表当然会响，但只要通上电，高频杂波一过来，它就是一堵墙。孙建业呆住了，他盯着那粗糙的铜线圈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书本上确实有这理论，只是没人敢在精密板子上纯手工绕线圈。你没给他喘气机会，手指直接戳向旁边空出来的一大块位置。你说你刚才说我把滤波电容都剪了，会烧单片机是吧？你那套老掉牙的修理办法早该扔进垃圾堆了。勘探局在野外遇到的干扰源复杂的很，你加10个电容进去也是白搭。孙建业满脸通红的吼道：不加电容杂波怎么滤？你这是胡闹！你说靠算法，你在单片机里写了数字滤波程序，硬件滤不掉的杂波，你用软件把它踢出去，只要波形不对，单片机直接把信号掐断重整，这叫数字滤波，听过吗？孙建业彻底傻眼，他几十年修理经验全是哪里坏了换哪里，软件滤波这种词他只在国外杂志扫过一眼，压根不知道怎么搞。你继续指着那几根飞线说：还有这里，你以为这几根线连得乱？这叫跳频，你把晶阵的频率打散了，让信号每秒钟跳换几百个频段，干扰源要是能追上你的信号，你把这块板子生吃了。车间里死一般寂静，你砸出的技术概念像大铁锤一样把孙建业的骄傲砸得粉碎。跳频、数字滤波，用一堆破烂电线和破芯片硬生生造出高科技玩意儿。孙建业脸白得吓人，嘴唇哆嗦着死盯电路板想找破绽，却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这套全新走线逻辑。李
李卫民不懂技术，但看孙建业这副吃瘪样，心里也打旗鼓，不再吭声死盯你的动作。赵振华张着嘴半天没憋出一句话，你懒得看他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直接伸手拿过桌上那个随手捡的收音机塑料壳，上面沾着黑乎乎的机油，还有股发霉味。你用胳膊肘顶开林保国，拿起电路板对准收音机壳子卡槽直接按进去，咔嗒一声卡得刚刚好，系统连这破壳子的内部空间都算到了极致，1毫米偏差都没有。你抓起螺丝刀咔咔几下拧紧4角螺丝，接着拽过原来的拉杆天线，用烙铁飞快一点，把引脚和电路板死死连上，最后抠下调频塑料旋钮，对准单片机的控制拨片插进去。原本高大上的勘探局通讯设备，现在彻底变成个灰不溜秋的破旧收音机。李卫民看着这破烂玩意儿，眼角直抽，气的声音变调，说你拿这个收音机壳子交差，这东西能抗干扰，你头都没抬，说好不好用，试试不就知道了。你把2根电源线从背后电池仓缝隙拽出来，重新捏住红黑夹子，车间里一点声音没有，所有人都死盯你的手。孙建业连大气都不敢喘，你毫不犹豫把夹子扣在直流电源接线柱上，手腕一翻，大拇指直接按在收音机侧面的黑色开关上，你大拇指用力一压，啪嗒一声，收音机侧面的黑色塑料开关按到底，电池仓旁边的红色小灯泡亮起微光，紧接着破旧的扬声器网罩里传出一阵刺耳的动静，滋啦滋啦噼啪，就像指甲挠黑板，在安静的车间里吵得人耳膜生疼。李卫民脸当场黑了，指着你手里的破壳子手指抖，说这就是你说的修好了，这就是你用单片机搞出来的抗干扰设备，这玩意儿连个正经声都没有。孙建业在旁边抱起胳膊冷笑，说李特派员，我早说了，这小子就是个疯子，拿几个破电容焊个单片机就想搞出数字滤波，他以为他是神仙啊。您听听这动静，这得造大的能把人送走，这要是拿到野外勘探去，别说通讯了，耳朵都得震聋。赵振华急得直搓手，满头大汗凑到你跟前，压低声音哀求，说志明啊，算叔求你了，别闹了行不行？赶紧给李特派员认个错，这事儿还能往下压，你再这么搞，咱们厂子今天就得关门大吉。你没搭理赵振华，眼皮都没抬。现在这杂音是因为收音机里的单片机还没和勘探局的频段对上，装进去的跳频算法需要转动外部旋钮给个初始信号才能激活。你转头看向角落里抽旱烟的林保国，说林师傅，把墙角那台老式高频电焊机推过来，插上电打个火。车间里的人全愣住了，林保国夹烟的手停在半空，嘴巴张得老大，说志明，你发啥癔症呢？那台老电焊机漏电啊，一打火，那电磁干扰能把整个车间的灯泡都闪灭了。你开着这破收音机再打电焊机，这机子还不直接烧了？孙建业像听到天大的笑话，指着你大笑，说好啊，你要找死，我成全你。老林，去开电焊机，我倒要看看他这破铜烂铁怎么扛得住高频电焊的干扰，连进口对讲机在这旁边都全是杂音。你这破壳子今天要是能放出半个字，我孙建业的名字倒过来写。李卫民气得直喘粗气，咬牙骂道，开，让他死个明白，今天这设备要是废了，你们红星厂一个人也别想拿工资。林保国看这架势知道拦不住，扔掉烟头踩面，转身走到墙角，他拽过满是油污铁锈的老式电焊机，插上粗壮的工业插头，拿起焊枪和一块废铁板。林保国戴上防护面罩大喊，我可打了。你回了一个字，打。林保国手腕一压，焊枪直接对在废铁板上，轰的一声，刺眼的蓝白色电弧一下爆开，火花四溅，车间顶上的几盏白炽灯跟着狂跳，光线一明一暗，空气中立马冒出一股刺鼻的臭氧味。这老电焊机就是个超级干扰源，强大的电磁波在车间里横冲直撞，你手里的收音机立马有了反应，滋啦啦啦啦轰噼啪，扬声器里的杂音一下放大了10倍，像个炸雷在耳边炸开，破塑料壳子都被震得嗡嗡响。李卫民捂住耳朵扯着嗓子吼，关掉，快关掉，吵死了。孙建业得意大喊，看见没，这就是你手搓的垃圾，在强干扰面前就是一堆废塑料，还数字跳频，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赵振华一屁股瘫坐在旁边的木箱子上，闭着眼嘟囔，完了，全完了。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彻底黄了时，你动了，你脑子里半透明的工业图纸解析系统面板亮起，一行行绿色数据疯狂滚动，检测到强电磁干扰源，干扰频率为高频宽带杂波，跳频算法已就绪，等待物理激活，最佳滤波节点在旋钮刻度右转35度。你看着系统提示，伸出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捏住收音机外壳上发黄的调频塑料旋钮。孙建业还在那嘲讽，说你就是把它拧下来也没用，硬件底子烂，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根本没听他废话，手指发力向右转动旋钮，咔咔咔，塑料齿轮咬合声在杂音中几乎听不见。你盯着脑海里的系统面板，看着刻度一点点逼近目标，30度、32度、35度，到了。你手指一停，单片机内部的微型拨片彻底顶开，系统生成的数字滤波算法一下接管了那块粗糙的电路板，刺耳的电焊杂音一下全没了，收音机里变得死一般安静，没有底噪，没有电流声，连一点沙沙声都没有。车间里，林保国还拿着焊枪死死按在废铁板上，蓝白色电弧疯狂喷射，火花崩得到处都是，头顶灯泡还在发疯闪烁，强烈的电磁干扰1秒没停，但是你手里的收音机就是一点杂音不出。孙建业愣住了，脸上冷笑一僵，揉了揉耳朵，以为自己聋了。李卫民也放下捂耳朵的手，瞪眼看着你手里的破壳子。就在这时，收音机发霉的扬声器里传出声音，是个年轻女接线员的声音，字正腔圆，呼叫01号勘探队，这里是局机关总台，测试信号003，收到请回答，重复，收到请回答。这声音干净的就像面对面说话，没有任何杂音，哪怕外面电焊机吵得震天响，这女声依然稳稳当当从破铜烂铁里传出来，钻进每个人的耳朵。林保国手里的焊枪掉在地上，电弧一下熄灭，他连面罩都忘
忘了摘，傻傻看着你。赵振华猛地从木箱上弹起来，眼珠瞪得像铜铃。孙建业往后退了2步，撞在机床上，脸色煞白，像看鬼一样盯着收音机念叨：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单片机怎么可能跑得动这么复杂的滤波算法？这违背了电子学原理。你看着孙建业见了鬼的模样，冷笑：孙总工，书本上的原理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搞不出来，不代表别人搞不出来。李卫民整个人机灵了一下，猛地冲上来，一把抢过破收音机，双手捧着发霉的塑料壳子，像捧着宝贝。他死盯收音机侧面你用废铁丝临时接的麦克风，深吸一口气，大喊：我是李卫民，总台能听清吗？我是李卫民。不到2秒，扬声器立刻传出女接线员清晰的回应：李特派员您好，总台收到，您的声音非常清晰，没有背景杂音，信号强度满格，请指示。车间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李卫民手直抖，看看那台刚还在喷火花的电焊机，又看看手里的破收音机。他当特派员这么多年，见过无数进口高级货，可从来没见过在这么强干扰源旁边还能保持这种通话质量的设备。别说国外的摩托罗拉，就算是军用背负式电台，在漏电高频电焊机旁边也得变哑巴。可眼前这个用废品站捡来的单片机，拿报废收音机壳子拼凑的破烂居然做到了。李卫民激动得满脸通红，一把死死抓住你的胳膊：志明兄弟，你这是怎么做到的？这到底是什么技术？赵振华也反应过来，激动地直拍大腿：哎呀，成了，真成了！志明啊，你可救了咱们全场人的命啊！林保国摘下面罩，咧着黄牙傻笑：我就说志明这脑瓜子好使，你们还不信？唯独孙建业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机床边，满头大汗，一句话说不出。他引以为傲的老经验被你用一个破收音机按在地上疯狂摩擦。你抽出胳膊，看着他激动发红的脸，表情平静：李特派员，别高兴得太早。你拍了拍发霉的塑料壳，刚才这电焊机顶多算个开胃小菜。李卫民愣住了，开胃小菜？这可是高频漏电电焊机啊，这还不够强？你冷笑一声：当然不够。野外勘探环境比车间恶劣100倍，雷雨天的静电干扰，高压线网的磁场，复杂地形的信号折射，这机子要想在野外站住脚，光扛得住电焊机算什么本事？你转身看向车间外坑坑洼洼的黄泥地，想看它到底多抗造，咱们得弄点大动静。李特派员，咱们准备极端测试。你抽出胳膊，看着李卫民激动发红的脸，一脸淡定：李特派员，别高兴太早。你拍了拍发霉的塑料壳，刚才这电焊机顶多算个开胃小菜。李卫民愣住了，开胃小菜？这可是高频漏电电焊机，这还不够强？你冷笑一声：当然不够。野外勘探环境比车间恶劣100倍，雷雨天的静电干扰，高压线网的磁场，复杂地形的信号折射，这机子要想在野外站住脚，光扛得住电焊机算什么本事？你转头看向车间外坑坑包包的黄泥地，想看它到底多抗造，咱们得弄点大动静。李特派员，准备极端测试。李卫民眼睛瞪得溜圆，咽了口唾沫：极端测试？志明兄弟打算怎么搞？厂里还有比高频电焊机更厉害的干扰源。你指着厂区东北角长满杂草的空地，那里有栋墙皮掉光的破红砖平房，门上挂着锈铁牌，那边废弃的高压变压器房还能通电吧？你转头问赵振华。赵振华脸上的肥肉猛地一哆嗦，吓得一个劲儿摆手：哎呦我的祖宗，能通电，可那地方平时没人敢靠近，老变压器老化的厉害，一通电就嗡嗡响，漏电漏得吓人，周围的磁场大的能把机械表都走停了。你点点头，要的就是这效果。转头看向林保国：林师傅，去叫几个人从3号库房推3台报废的大功率重型电机出来，全推到变压器房门口围成一圈，等会儿全部通电空转。周围看热闹的工人全吓傻了，瘫在地上的孙建业猛地窜起来，指着你的鼻子扯着嗓子骂：你疯了！高压变压器加3台报废重型电机，那得产生多大的电磁风暴？别说你这破收音机壳子，就是进口军用电台放进去，电子管也得瞬间烧穿。孙建业气得直喘粗气，死死拉住赵振华的胳膊：赵厂长，你不能由着他胡搞，这根本不是测试，是搞破坏。万一变压器炸了，或者电机起火，咱们整个厂都得跟着上天。他不要命，咱们还要命呢。赵振华本来就怕出事，被这一下冷汗直冒，他赶紧凑到你跟前，压低声音求情，说：志明啊，差不多得了，刚才电焊机那下已经够露脸了，李特派员也看在眼里了，变压器房不是闹着玩的，真弄出火灾，我这厂长就干到头了。你看着吓得不轻的赵振华，又看了看旁边一脸不服的孙建业，冷笑一声说：差不多得了。赵厂长，你以为李特派员大老远跑来是看咱们表演魔术的？你转身死死盯着李卫民问：李特派员，你们勘探队在西北戈壁滩上遇到过雷暴天吧？李卫民脸色一变，用力点头，声音发干说：遇到过。那雷打下来，地皮都在抖，那时候所有通讯设备全成了废铁，耳机里全是刺耳杂音，几支队伍断了联系，在大漠里迷了路，差点出人命。那就对了。你一巴掌拍在铁桌上，砰的一声闷响，雷暴天的静电场和磁场比咱们这破变压器房加几台烂电机只强不弱。如果这台机子连厂里这点动静都扛不住，到了大西北，那就是拿勘探队员的命开玩笑。你指着桌上丑陋的设备说：咱们今天要是糊弄过去，明天勘探队员在野外喊救命都没人听的时候，谁去救他们？孙总工去吗？还是赵厂长你去？这话一出，赵振华张了张嘴没吭声，孙建业脸憋得通红，咬牙瞪着你，却找不到理由反驳。李卫民死死盯着那发霉的收音机壳子，过了10秒，他猛地一拍大腿大吼：干！志明兄弟说的对，要测就测个彻底，出了事我李卫民担着。赵厂长，按他说的办。李卫民发了话，赵振华不敢拦了，苦着脸冲林保国挥手说：去，赶紧带人去推电机。林保国咧着黄牙一笑说：好嘞，小伙子们跟我走。你拿起桌上的对讲机，大步往车间后面的变压器房走。你心里清楚得很，脑子里的工业图纸解析系统早把这套设备的底子摸透了，系统给的图纸根本不用这年代死板的模拟信号过滤，你用现有的基础元件硬生生重构出了一套超前的数
数字跳频算法，外面电磁场乱成一锅粥也不怕，只要主板芯片里的跳频序列还在跑，干扰信号就永远追不上真实信号。好比在几万人的菜市场里，你俩用独门暗号聊天，别人喊破嗓子也干扰不了。这就是纯纯的技术碾压，用90年代的破烂打出21世纪的水平。变压器房外长满半人高的杂草，你走上前一把推开锈的掉渣的铁门，一股浓烈的机油霉味冲进鼻子里，里头那台老变压器落满厚灰，漆皮全卷了起来。把3台电机推过来，围成一圈摆好，离变压器近一点。你站在门口大声指挥，几个年轻工人满头是汗，把3台报废重型电机推过来，电机外壳都破了洞，铜线圈露在外面，一看就是漏电的祖宗。3台电机牢牢堵在变压器房门口，离你不到2米远。孙建业站在10几米外的大树下冷眼看着，嘴里嘟囔瞎折腾。等会儿一通电，强磁场直接把主板烧糊，我看你拿什么跟特派员交代？你懒得搭理他，走到变压器房门前，扯过一根粗铜导线，用钳子拨开绝缘皮，把铜丝3两下缠在收音机壳子的天线接口上，接着拿着导线另一头，走到变压器外圈生锈的铁栅栏前，把铜丝死死缠在铁棍上，用力拧紧。周围看热闹的人全看傻了。李卫民吓得往前跑了2步，指着导线大喊：“志明兄弟，你干什么？把天线直接绑在高压电网铁架子上，这等会儿一通电，高压电场直接顺着天线灌进机器里，信号部全被吃的连渣都不剩了。这叫贴脸测试。”你拍掉手上的铁锈灰尘，冲他笑了笑说：“不把他逼到绝路，怎么知道他多能扛？”你走到李卫民跟前，把另一台接收机器塞进他手里。李特派员，你拿着这台退到100米外的行政楼去，那边地势高，信号接收清楚。你指着远处的红砖小楼说：“等我这边一通电，你就按下讲话键随便说话，看我这边能不能听见。”李卫民咽了口唾沫，死死抱住手里轻飘飘的塑料壳，转身就往行政楼跑。都退后，退到20米开外。你冲周围工人大喊，工人们吓得呼啦一下全散开躲远了。赵振华直接躲到大树后头，只探出半个脑袋。现场只剩你和站在电闸箱旁的林保国。你站在变压器和3台电机的正中间，手里拿着送话器。这里是磁场的绝对中心，一旦通电，电磁干扰将大得吓人。你死死盯着设备上的指示灯，转头冲墙角的林保国大喊：“林师傅，听我口令，把变压器和3台电机的总闸同时合上。”林保国满头是汗，双手紧握巨大的老式铡刀把手，用力点头。你举起手猛地往下劈喊：“合闸！”林保国大吼一声，双手猛地发力，把沉重的铡刀狠狠推上去。咔嗒，轰！3台大功率报废重型电机瞬间启动，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声音大得像几百把电锯同时锯钢板，震得人耳朵生疼。紧接着，高压变压器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声音越来越大，脚下的黄泥地都跟着直晃荡。老化线圈承受不住大负荷，空气中瞬间爆出刺眼的蓝色电弧，顺着铁栅栏疯狂游走，火星子到处乱崩，打在地上直冒青烟。狂暴的电磁场瞬间笼罩你的位置。躲在20米外大树后的赵振华都觉得浑身汗毛竖起，头皮发麻。在这片轰鸣声和闪烁的电弧中，你稳稳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发霉塑料壳，大拇指重重按下送话器的通话键，电火花噼里啪啦乱闪。你按住发霉塑料壳上的通话键，20米外的大树后，厂长赵振华死死捂着耳朵，脸上的肥肉跟着电击轰鸣直哆嗦。特派员李卫民皱着眉，拿手挡着灰尘。几百号讨薪的工人早就躲到了几十米开外的墙根底下，大伙全看傻了眼，谁也没见过这阵仗。总工孙建业站在李卫民旁边，手里攥着一台黑色的纯进口高级对讲机，此时喇叭正疯狂往外喷着滋啦滋啦的刺耳噪音。孙建业扯着嗓子冲赵振华喊：“老赵，你看看这小子干的好事！3台报废电机加高压变压器，这电磁干扰能把这片地界所有无线电变成废铁。”李特派员带来的进口货都瘫痪了，他拿个发霉塑料壳子就想通话，做梦都没这么做的。你没理会远处的动静，死死盯着手里这块粗糙的电路板，脑子里叮的一声，一块蓝色半透明面板弹了出来。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已启动，当前环境重度宽频电磁干扰，数字跳频滤波算法已激活，每秒切屏120次。你看这几个从报废电视机上拆下来的电容正微微发热。这年代的人不懂数字跳频，遇到干扰只知道加大功率硬顶，但你这套算法就像在漫天子弹里找缝隙钻的泥鳅，干扰再大也抓不住信号。你把嘴凑到旧电话听筒改的麦克风前，大声开口呼叫测试台：“我是01，收到请回话。”声音一出就被电机的嘶吼彻底淹没。大树后，孙建业低头看着另一台接收信号的军绿铁皮盒子，喇叭里全是杂音。他得意的冷笑，转头对李卫民大喊：“李特派员，你听听，全他娘的是杂音！我就说这小子是个骗子，这强度的干扰，别说他拿破烂拼的玩具，就是你的进口高级货也得变哑巴。”赵振华急得直拍大腿，眼珠子通红，冲你拼命挥手：“别试了，快停下，机器要烧了！”你看着手里的塑料壳一点没慌，系统重构的电路板正疯狂运算，那几个破电容和二极管正用这年代无法理解的频率工作，疯狂躲避外界电磁波。你大拇指死死按住通话键，再次开口呼叫测试台：“我是01，收到请回话。”孙建业刚准备把接收机塞回赵振华怀里，滴的一声极度清脆的电子提示音从接收机喇叭钻了出来，声音不大，但在满场震天电击轰鸣和杂音中却听得清清楚楚。孙建业手一哆嗦，差点把铁皮盒子扔地上。李卫民正皱着眉看表，听到声音猛地抬头，死死盯着铁皮盒子。紧接着，接收机喇叭传出你的声音：“呼叫测试台，我是01，收到请回话。”没有杂音，没有电流干扰，也没有忽大忽小的断续感，你的声音干净的就像站在他们面前说话，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结结实实砸在孙建业和李卫民耳朵里。赵振华下巴都快掉地上了，指着接收机手指头抖得像通了电，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孙建业眼珠子差点瞪出来，气得脸通红。他一把抓起接收机上的对讲麦克风，扯着嗓子大吼：“你那边是不是作弊了？你是不是拉了暗线？”你站在20米外的电火花中心，听着塑料壳传出孙建业急得跳脚的吼声，你冷笑一声，按下按键回话：“孙总工，你要是觉得我在地上埋了线，你可以现在过来挖挖看。”
清脆的声音再次传出。这一刻，连3台重型电机的轰鸣声都被这几句干净利落的对话压了下去。李卫民一把推开赵振华，大步走到孙建业面前，抢过接收机。他深吸一口气，死死盯着远处的你，对着麦克风说：“我是李卫民，我不信邪。孙建业，你去拿根铁棍敲那个变压器外壳，给我造瞬间脉冲干扰。”孙建业二话不说，捡起一根生锈铁棍，大步冲到变压器旁，抡圆胳膊就往铁壳子上砸。当当当，巨大的金属撞击声混着电弧爆裂声，听得人头皮发麻。这种瞬间脉冲干扰能让所有老式电台瞬间死机。李卫民把耳朵死死贴在喇叭上，对着麦克风大喊：“你现在报数，从1报到10。”你看着孙建业发疯砸变压器，眼皮都没眨一下。1、2、3、4、5、6、7、8、9、10。你语速平稳，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往外蹦，太清晰了。在这么狂暴的电磁场和脉冲干扰冲击下，你的声音连一丝抖动都没有，每一个数字都像刀子一样割开周围的噪音。李卫民心脏狂跳，呼吸粗重。他在勘探局干了这么多年，用过无数通讯设备，从没见过抗干扰能力这么吓人的东西。这根本不是修旧如旧，这是硬生生砸碎了旧时代的规矩，弄出了个怪物。你报完最后一个数，猛地转头冲墙角大喊：“林师傅，拉闸！”满头大汗的林保国双手抓住大闸刀，猛地往下一拉，咔嗒一声，电源切断，3台重型电机转速越来越慢，最后彻底停死。乱窜的蓝色电弧瞬间消失，整个厂区院子陷入死一样的寂静。远处墙根底下的工人们都不敢大声喘气。你扔下发霉塑料壳，拍拍手上的灰，大步朝大树那边走去。孙建业像根木头杵在变压器旁，铁棍咣当一声掉在地上，他两眼发直，嘴里不停嘟囔：“活见鬼了！几块烂电路板怎么可能挡得住这么大的干扰？”赵振华眼眶红了，猛地一拍大腿，激动地说话：“直接吧，成了，真他娘的成了！”李卫民死死抓着接收机，手背青筋直骨。他看着你走近，之前高高在上看热闹的眼神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看到宝贝的狂热。你走到他们面前停下，李卫民往前迈了一大步，几乎快贴到你脸上。他死死盯着你的眼睛，声音压得极低，甚至带着颤抖：“小子，你跟我交个底！”他举起接收机：“你这到底是什么技术？”你看着李卫民激动的发红的脸，嘴角一扯说：“没啥稀奇的，数字跳频，声音不大，但院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话一出，李卫民倒吸一口凉气，旁边的孙建业直接炸了。孙建业扔了铁棍，几步冲到桌前，指着你鼻子骂说：“你放屁！跳频技术那是国外才有的绝密，就凭咱们厂这几台破机器，凭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你糊弄鬼呢！”他一把抓起你刚焊好的电路板，凑到眼前死命瞪着，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说：“这电容怎么漏液了？2极管脚都绿了。”他手指直哆嗦，指着个黑乎乎的零件喊：“这晶体管是70年代的旧货，早该扔了。还有这主板，这他娘的不是车间发霉的收音机底板吗？你用几根烂铜线把它们连一块，用一堆废品搞跳频，你当我是3岁小孩？你这是在作弊！”你没搭理他，你心里清楚，要不是脑子里那个系统，这堆破烂确实连个响都没有。系统扫描了车间的报废设备，结合现有零件，运算出一套容错率极高的电路重构方案，把这些残次品的最后一点价值榨得干干净净。你走上前，从他手里硬把电路板抽回来，晃了晃说：“孙总工，你那套老规矩早该烧了，干扰源的频率是死的，对吧？他就在那几个频段上撒网。”你指着板子上用收音机零件改的芯片说：“我的信号是活的，在几百个频率里来回调，干扰信号像在大马路设卡抓人，我的信号就是钻胡同，打一枪换个地方，连影子都摸不着，拿什么干扰我？”李卫民听完，眼睛亮得直放光，他一把推开孙建业，坐到桌前，拿起接收机，冲着大树底下的林保国大喊：“林师傅，合闸，把3台电机全开到最大！”林保国赶紧拉下大闸刀，3台重型电机再次响起来，蓝色电弧在空气里噼里啪啦乱窜，电磁干扰再次盖住整个院子。李卫民不信邪，掏出大功率对讲机，按住通话键，把天线死死贴在你的接收机上。对讲机发出刺耳的尖叫，他戴上耳机，双手捏着调频旋钮，闭着眼一点点转。2分钟过去，李卫民脸上的汗滴答滴答砸在桌上，他耳朵紧贴耳机，大气都不敢喘。猛地，他睁开眼，一把扯下耳机，重重拍在桌上。李卫民扯着嗓子大喊：“好好好！”声音把电机声都盖住了。他转头盯着你，眼神像在看一座金山，说：“不管怎么调，信号稳得很，连一丝杂音都没有。”他一把抓住你肩膀，用力晃，说：“小子，你这手绝活，神了！”孙建业一听，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嘴里嘟囔：“不可能，这不符合常理。”赵振华这会儿才回过神，跑过来一把抓住李卫民的手，声音直发抖，问李特派员：“那咱们厂这活？”李卫民反手用力一握，说：“赵厂长，我说话算话，勘探局这批野外通讯设备的单子全给你们红星2厂。”他大手一挥，说：“不光给你们，单价我再提2成，一台2000块。”院子里死一般安静，2秒后，人群炸了锅，2000块，一台2000块。厂子有救了，有工资发了。几个刚还举着砖头要砸玻璃的年轻工人，扔了砖头抱在一起又蹦又跳。有钱买米了，媳妇不用回娘家借粮了。林保国靠在配电箱上摸出旱烟杆，手抖得连烟丝都塞不进去，眼眶通红，咧嘴直乐。赵振华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被林保国一把顶住。他死死抱着公文包，哭得像个孩子。李卫民转身盯着你，语气严肃问：“小伙子，50台设备，勘探局急用，最多给你们1个月，能不能交货？”赵振华刚想点头，你却往前一步挡在他身前，冲着李卫民竖起一根手指说：“10天。”全场瞬间安静。赵振华急得直跺脚，压低声音喊：“志明别胡来！厂里那几台老鸦片机一天才出10个壳子，10天出50台，把大伙榨干也弄不出来啊！”你说厂长你别管，甩开他的手，死盯着李卫民说：“10天50台，一台不差交到你手上，但定金
今天就得付全款的一半。李卫民盯着你看了10秒，突然痛快的大笑出声说：“好小子有种，定金明天一早打到厂账上，10天后我带车来拉货。”说完，他拎起黑帆布袋，大步上了吉普车，卷着一阵黄泥开出厂门。院子里，工人们围着你一阵欢呼。赵振华擦干眼泪走到你面前，拍着你肩膀说：“志明啊，这次你可救了全厂人的命，10天就10天，全厂上下全听你指挥。”你看了看远处车间里那堆发霉的塑料壳子，说：“厂长，这可是你说的。”你一指车间大门说：“明早8点，所有人到车间集合，把原来那条流水线全给我拆了。”赵振华愣住了，问：“拆流水线，那咋生产？”孙建业从地上爬起来，拍着屁股冷笑说：“拆流水线，你懂怎么排线吗？厂里连个像样的电烙铁都不够，你拿嘴生产。”你转头盯着他说：“明早，你最好把眼睛睁大点。”丢下这句话，你大步走回车间，脑海里那套碾压时代的工业重组图纸已经亮了起来。早上8点，红星无线电2厂第1车间，2扇铁皮大门推开，发霉的塑料味混着机油味飘出。你站在车间正中央，脚边全是废导线和破喇叭。赵振华带头，身后跟着200多号穿旧蓝工装的工人，个个顶着黑眼圈发懵。赵振华抹了把汗，指着身后说：“志明人都到齐了，全厂上下，连食堂做饭的胖婶都叫来了。你说咋干，咱就咋干。”你点点头，看向那条生锈的老流水线，说：“第一步，把那条破流水线给我拆了。”你抬手一指，说：“桌子全搬开，中间腾出200平米空地，底下直接炸了锅。拆流水线，那咱坐哪干活？这可是当年苏联专家留下的底子，拆了装不回去咋办？”孙建业端着搪瓷茶缸挤出来，冷着脸把茶缸往工作台上一磕，发出咣的一声。孙建业指着你的鼻子说：“拆线，你小子疯了吧？老子在厂里干了20年，就没听过拆了流水线还能搞生产的。李特派员要10天交50台设备，你现在把摊子砸了，拿啥交差？拿命交吗？”赵振华赶紧上前打圆场，说：“老孙你先别急，听志明把话说完。”孙建业撇嘴冷笑打断他说：“厂长不是我拆台，昨天他忽悠李特派员我没吭声，今天动真格的，他懂个屁的排线。再说了，咱厂连把像样的恒温电烙铁都找不出10把，万用表就剩3块好的，没工具没产线，他要是能造出跳频电台，我把这搪瓷茶缸生吃了。”几个老技术员也跟着摇头。林保国吧嗒抽着旱烟叹气说：“志明啊，小孙说的在理，没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这老产线虽然破，但好歹能凑合用，真拆了全厂人都得抓瞎。”你看穿了孙建业想看笑话甩锅的心思，二话不说走到墙角拎起一把生锈的大铁锤，铁锤狠狠砸在老流水线的一节废铁架上，铁锈乱飞，架子当场断成2截，全场吓得连个咳嗽声都没了，全瞪大眼睛看着你。你扔下铁锤拍拍灰说：“老规矩要是管用，咱厂能半年发不出工资，今天这线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谁不愿意干？现在就回家待着，发工资的时候没他的份。”赵振华一听发工资，急得冲工人们吼：“都愣着干嘛？听志明的，拆！”为了饭碗，几十个壮劳力冲上去，3下5除2就把破流水线拆了个底朝天，桌椅废料筐全推到墙角，车间中央腾出一大片平地。脑子里叮的一响，眼前立刻浮现出蓝色光幕，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已激活，当前任务50台数字跳频电台组装，正在扫描现有人员与工具配置，扫描完毕，生成最优重组方案，极简模块化流水作业。光幕跳出详细的2维俯视图，每个工位每个动作，连左右手拿线拿烙铁的角度都标得清清楚楚。你捡起半截粉笔走到空地中央，蹲在水泥地上画格子，你边画边安排说：“林师傅，你带10个眼神好的女工站1号格子，1号格子啥也不干，只负责把电路板上的红蓝线剪成3厘米长，拨开线头。”林保国愣住了，问：“就剪线头，不看图纸？”你说不看图纸，闭着眼睛剪。2号格子，王胖子，你带5个人，把1号格子剪好的线插进这板子的前3窟窿里，记住红线左，蓝线右，插错一个扣1天工资。3号格子负责把插好线的板子翻过来，点上松香。4号格子只焊这3个点，焊完就传给下一个人。你画得飞快，不到10分钟，地上多出20几个方格子，每个格子的任务都被拆解成了3岁小孩都能听懂的单一动作。这套方案直接把后世最先进的微观流水线管理搬到了这个破车间，完全碾压老国营厂师傅带徒弟从头焊到尾的落后模式。孙建业在一旁直撇嘴说：“瞎胡闹，懂技术和不懂技术的混在一起，每个人就干一点活，这能拼出个啥？这要是能出好货，你说你别急着吃茶缸。”起身拍掉粉笔灰，走到孙建业面前，一把抢过他手里厂里当宝贝的旧万用表，又从旁边拿起一把烧得发黑、头都快秃了的破电烙铁。你问他说：“你不是说没好工具干不成活吗？”你走到空桌前，抓起废品堆里翻出的旧电路板，随手捏起2根废铜线，没用家具，没用放大镜，你左手捏板和线，右手握破烙铁，往松香盒里一站，冒出白烟，紧接着手腕猛地一抖，烙铁头带着一滴滚烫的焊锡，精准落在比米粒还小的焊盘上，左手铜线顺势一送，烙铁头迅速拉开，撕拉一声，一个圆润饱满、没半点毛刺的焊点直接成型。整个过程不到2秒，大伙还没看清你咋出手的，你已经连点10几个焊点，那把破烙铁在你手里像活了一样。系统给的不光是图纸，还有肌肉记忆。这套微型贴片及盲焊技术，在这个年代就是降维打击。你把焊好的电路板扔桌上，拿起万用表笔往2端一打，指针立刻弹起，稳稳停在精准刻度上，电阻 0.02 欧姆，线路全通，没半点虚焊。你把万用表推到孙建业眼前，问：“孙总工，你用最好的恒温烙铁，能焊出这数据吗？”孙建业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死盯着电路板，脸肉直抽。干了20年技术的他心里清楚，这手速和精度，省城8级钳工来了也得跪下叫师傅。林保国手里的旱烟斗吧嗒掉地上，他扑到桌前捧起电路板，声音都在抖：“神啊，
真他娘的神了！这焊点比机器打出来的还漂亮。志明，你这手艺跟谁学的？你说跟穷学的？没废话。转身看向看傻的工人们问：都看明白了吗？就按我地上画的格子站好，不用你们懂技术，只要手脚够快，10天后我保证大家都能拿到钱买肉吃。干！听志明的，干他娘的！200多号人像打了鸡血，按地上的格子迅速就位。几分钟后，这条傻瓜流水线真转起来了。1号剪线，2号插件，3号点吸，零件在格子里飞速流转，不到半小时，第一块完整的核心滤波模块就送到你手里，你连测都没测，这套流程根本不可能出错。赵振华激动的直搓手，说好，太好了，照着速度，别说50台，100台咱也干得出来。孙建业站在角落，脸色铁青，一声不吭转身出了车间。你没搭理他，交代林保国盯着产线，转身走向车间后头的库房。系统图纸里有种叫高频3极管的核心元件，是跳频抗干扰的关键。你记得库房角落刚好压着几箱前年进错的淘汰品，正好能用。你推开库房门，走到最里面，一把掀开货架上的破帆布，货架上空空如也，那3个装满3极管的木箱子全没了。你低头看了一眼库房门上的大铁锁，完好无损，没被撬过。你攥紧拳头，眼神冷了下来，有人在背后搞鬼。你盯着货架上那块干净的印子，伸手摸了一把旁边的木板，灰很厚，只有放箱子的地方干干净净，这说明箱子刚被搬走没多久。库房钥匙一共3把，保卫科挂着1把，厂长赵振华腰带上拴着1把，总工办公室还有1把。你没在库房多待，转身直奔保卫科。保卫科墙上挂着钥匙板，库房那把钥匙老老实实挂在原位。值班干事正打瞌睡，你敲敲窗户问他今天谁来过。干事揉着眼睛说一上午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你心里有数了。迈开腿直奔行政楼，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赵振华正拿着个破算盘噼里啪啦打着，满脸红光。赵振华一抬头看见你，赶紧倒了杯水端过来。他说照车间那个速度，这50台设备绝对能按时交差。赵振华说咱们厂有救了。你没接水杯，看着他的眼睛直接开口说库房里的高频3极管没了。赵振华脸上的笑一下僵住，赵振华手一抖，水洒了一地。他问啥？没了？那可是做跳频电台的命根子啊！赵振华猛地一拍大腿说不可能，库房门锁得死死的，谁能弄走？你说锁没坏，是用钥匙开的门。盯着赵振华的腰带，赵振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腰上的钥匙串，跟着脸色大变。他一把扯下钥匙串数了数，全都在。你补了一句说保卫科的钥匙也没动过。赵振华咬着牙，腮帮子鼓了起来。他抓起桌上的公文包，大步往外走，说去总工办公室。你跟在赵振华身后穿过走廊，一脚踹开总工办公室的门。孙建业正靠在皮椅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个搪瓷茶缸子慢悠悠喝茶，收音机里正放着京剧，他一边喝茶一边跟着哼哼，看起来舒坦得很。门被踹开，孙建业手抖了一下，茶水溅在裤裆上，他赶紧站起来扯了几张报纸擦裤子，阴沉着脸骂干什么这是。孙建业说老赵，你这厂长越来越没规矩了。赵振华几步冲过去，一把揪住孙建业的衣领。赵振华问老孙，库房里的高频3极管呢？你把东西弄哪去了？孙建业用力拨开赵振华的手，整理了一下衣领，冷笑一声。孙建业说哦，你说那3箱废品啊？他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缸子吹了吹茶叶。孙建业说前年进错的货一直堆在库房里占地方，他说今天早上后勤处说要清理库房，他就让他们当废品拉出去卖了。赵振华气得发抖，指着孙建业的鼻子大骂放屁。赵振华说你早不卖晚不卖，偏偏这个时候卖。他说那是志明做设备要用的核心元件，你这是要砸全厂工人的饭碗。孙建业翻了个白眼说老赵，你这话可就不讲理了。孙建业说他一个毛头小子懂什么跳频技术，他说拿几根破电线在车间里瞎鼓捣，你们还真信他能造出勘探局要的设备。孙建业说我把废品卖了，也是给厂里换点买煤的钱，免得被他糟蹋了。你站在旁边看着孙建业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心里门清，这老小子根本没卖，他是看你在车间里搞出了名堂，怕你真把设备做出来抢了他的风头。孙建业故意把核心元件藏起来卡你的脖子，没有高频3极管，跳频电台的变频模块就做不出来。在孙建业看来，这等于是直接宣判了你的死刑。赵振华急得直跺脚，问卖哪去了？哪个废品站？赶紧让人去追回来。孙建业得意的靠在椅背上说不回来了，拉去城南的炼铜厂。孙建业说估计这会儿早进了大炉子化成水了。说完，孙建业转头看向你，嘴角勾起嘲笑。孙建业说志明啊，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搞技术不能光靠吹牛。他说现在没原件了，我看你这大话怎么圆。孙建业说要是交不上货，立刻派员怪罪下来，你可得自己担着。赵振华一听这话，一屁股瘫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捂着脸直叹气，完了，全完了，没有高频3极管，哪怕车间的流水线转得再快，做出来的也是一堆没用的废铁。孙建业端起茶缸子，美美的喝了一大口。你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没说话，只是攥紧了拳头，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提示音响了，工业图纸解析系统已激活。你在心里下达指令，重新解析跳频模块图纸，限制条件取消高频3极管，使用厂内现有废旧收音机元件替代。系统界面在你眼前直闪，无数的数据流像瀑布一样刷下来，正在扫描现有基础元件，正在重构电路与算法滤波图纸，解析完成，生成替代方案，多级低频管并联阵列加自激震荡补偿电路，一张全新的蓝色图纸直接印在你的脑子里。你睁开眼，嘴角扬了起来。孙建业看着你笑，心里有点发毛，皱着眉头问你笑什么？吓傻了。你没搭理他，转身走到他办公桌前，桌上刚好放着一个拆开维修的废旧收音机，旁边还有一把通着电的电烙铁和一卷焊锡。你一把扯过那个破收音机板子。孙建业急了，站起来就要拦说，哎，你干什么？那是我修到一半的。你反手一挡把他推开，你拿起桌上的尖嘴
嘴前，咔嚓几下，从收音机板子上剪下来7、8个最普通的低频3极管和一堆电阻电容，这些东西在厂里满地都是，根本不值钱。赵振华也愣住了，站起来凑过去看问志明：“你这是干啥？你说做模块，头也没抬。”你拿起一块空白的电路板，左手捏着元件，右手抓起电烙铁，烙铁头点在焊锡上，冒出一股白烟，滋滋滋。你的手稳得像机器，元件插孔、点锡、剪线、飞线搭桥，一套动作快得让人眼花。孙建业在旁边看笑了，说：“拿低频管做跳频模块，你怕是疯了吧？”孙建业说：“低频管的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跳频的节奏，一通电就得烧。”他说：“老赵，你看看，这就是你信赖的技术天才，你根本不理他的嘲讽，脑子里的图纸无比清晰。单个低频管确实不行，但系统给的方案是用8个低频管组成一个特殊的环形阵列，靠着电容补偿强行拉高频率响应，这在90年代的教科书上根本没有，绝对是跨时代的野路子。不到10分钟，一个长得像蜘蛛网、布满飞线和焊点的丑陋模块出现在你手里。你放下电烙铁，扯过桌上那台老掉牙的示波器，你把模块接了上去，然后插上电源。”孙建业捂着耳朵往后退了一步，等着听电容爆炸的响声。啪嗒，开关按下，没有爆炸，没有冒烟。示波器那块发黄的屏幕上，一条绿色的波形一下跳了出来，滴滴滴，波形极其稳定，方方正正，没有一丝毛刺。随着你转动旁边的一个可调电阻，波形在屏幕上飞速跳跃，频率转换快得惊人。孙建业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猛地扑到桌前，死死盯着屏幕，手抖得像筛糠一样。孙建业尖叫起来，说：“这怎么可能？频率居然达到了兆赫兹级别，波形怎么可能这么干净？这不符合物理规律。”他伸手就要去抓那个模块，你一把拍开他的手，把模块拔下来装进口袋。你冷冷看着他说：“书本上没有的，不代表做不出来。”他的废品站没白跑，替厂里省了元件钱了。赵振华虽然看不懂波形，但他看懂了孙建业那副见鬼的表情。他猛地一拍桌子，指着孙建业的鼻子大吼：“好你个老孙，你差点把咱们厂给毁了！保卫科，去叫保卫科的人来！”几分钟后，2个保卫科的壮汉冲进办公室，一左一右架住了孙建业。孙建业拼命挣扎，脸涨得通红，大喊：“放开我！我是总工，你们敢动我！”赵振华直接一口唾沫啐在地上，说：“总工个屁！把他给我关到保卫科的空屋子里去，等这批设备交了货，他亲自查孙建业的账。”孙建业被拖走了，走廊里还回荡着他气急了的骂声。赵振华转过头看着你，眼眶都红了，他一把抓住你的手，激动得直哆嗦。问志明：“你真把这东西搞出来了？”你拍了拍口袋里的模块，说：“搞出来了，现在马上回车间，让林师傅带人改流水线。这模块不需要特殊元件，全用厂里的废旧收音机拆件就行。”赵振华抹了一把脸，说：“好好，全听你的。”大步冲向车间。接下来的10天，红星无线电2厂的车间里灯火通明。你把那个丑陋的替代模块画成了傻瓜式的拆解图，贴在流水线的每一个格子上。200多个工人分成3班倒，没日没夜的干。没有高级焊锡，用松香熬；没有绝缘漆，用清漆顶上；没有防震垫，把破轮胎剪成块塞进去。整个车间热火朝天，每个人眼里都憋着一股劲。第10天傍晚，车间尽头的长桌上，整整齐齐码放着50台黑乎乎的铁盒，外壳是用厂里积压的收音机塑料壳重新喷漆改的，看起来有些简陋，但里面装的却是实打实的跨时代跳频通讯核心。林保国拿着抹布，小心翼翼擦着最后一台设备的外壳，手都在抖。林保国咽了口唾沫问：“志明啊，这玩意儿真能行吗？勘探局的人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你走过去，拍了拍结实的铁盒，刚想说话，厂区大门外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一辆挂着省城牌照的吉普车停在车间门口，车门推开，李卫民干事跳下车，转身恭恭敬敬拉开后座的车门，一个穿着中山装、头发花白的老头走了下来。老头板着脸，眼神像刀子，一看就是个硬茬。赵振华赶紧迎上去，腰弯得极低，说：“李特派员，您怎么提前来了？这位是……”李卫民沉着脸介绍说：“这是他们勘探局的首席通讯专家周老。周老正好来市里开会，听说红星厂接了跳频电台的活，非要亲自来看看。”周老没搭理赵振华，背着手直接走进车间，他的目光扫过长桌上那50台设备，眉头立马拧成了一个死结。周老走上前，伸手拿起一台设备，翻来覆去看了2眼，他冷笑一声，把设备重重砸在桌子上，发出咣的一声巨响。周老转头盯着李卫民，声音大的整个车间都能听见，说：“李干事，这就是他跟你说的能解决野外抗干扰的跳频电台。”李卫民吓得一哆嗦，说：“周老，这……”周老指着桌上的设备，气得胡子直抖，说：“拿一堆破收音机壳子糊弄他们勘探局，红星厂是不是穷疯了，想骗国家经费？”车间里立马死一般寂静，所有工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赵振华双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你站在原地，看着周老愤怒的脸，慢慢的开了口：“